公司生意不景氣，丈夫背着我偷偷倒賣了我媽留下的首飾。面對我的質問，她卻只是敷衍地解釋說，我還不是為咱們這個小家着想，日子還過不過了。可轉頭我卻聽見她把這筆錢全部給她的小青梅買了奢侈品。我終於忍無可忍地和她大吵了一架。她和過去的無數次一樣，不冷不熱地丟下一句，你不要整天胡思亂想，阿瑤從小和我一起長大，也是我的家人，我幫她很正常，做人別那麼小氣。可當我提出離婚後，她卻悔不當初。大家好，開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，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內容。我媽去世前，除了她當初結婚時的首飾之外，什麼也沒給我留下。日子過得再艱難，我都不曾動過，因為這是我唯一的念想。那天發現首飾不見過後，我其實並沒有多生氣，因為老公方成言跟我解釋說，我還不是為咱們這個小家着想，日子還過不過了，就你那點破工資，能支撐得起你自己的醫藥費嗎？還不是要靠我。你作為家庭主婦，為這個家付出一點，不是應該的嗎？我被他說得無地自容，默許了他的這一行為。方成言這才稍稍緩和了一些他的語氣，好聲好氣地跟我解釋，南希，你也知道我在這個公司上費了多少心思，你是我老婆，總不能白白看着我的心血被毀了吧？人家都說，一個成功男人的背後必定有一個女人的支持。你放心，我只是用賣首飾的錢做一下資金周轉。我跟那個人說好了，等一有錢就給你贖回來，這樣總行了吧？你就別在我面前甩臉色了。他話都說到了這種地步，我再計較下去，倒顯得我有些小肚雞腸了。我深呼吸了一口氣，滿是愧疚地開口，抱歉，是我讓你為難了。不過你也別擔心，我這邊也快。這些年，我確實如同方成言說的那樣，沒往家裡拿多少錢。因為項目研究前期需要大量的投資，再加上有保密協議的存在，我從未對方成言說起過相關事情。在他眼裡，我就是一個在家無所事事的家庭主婦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我手上的項目一旦成功後，所有的付出都會有雙倍回報。如今我所研究的項目也剛好宣告進入了尾聲。然而我的話都還沒說完，就被方成言不耐煩地打斷。我餓了，你趕緊去做飯吧，想吃你做的那個紅燒魚。麼麼麼，辛苦老婆了。像是為了緩和剛才的氣氛，方成言還主動在我臉上親了一口，就急急忙忙地把我往廚房推。我剛想調侃他今天怎麼這麼多甜言蜜語，透過窗戶的倒影卻看到他皺着眉，一臉嫌惡地擦着嘴，但很快又如同往常一樣歡快地坐在沙發上刷起了手機。我不確定剛剛那一幕是不是我的錯覺，也並沒有放在心上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剛到公司就收到了好消息，項目成功驗收，主要研究人員每人能獲得200萬的獎勵，領導高興。為了犒勞我們這段時間的付出，當即就決定出去聚餐吃飯的間隙，我想把這個好消息告訴方成言，讓他不用再為錢的事情為難了。然而消息都還沒來得及發出去，妹妹方心就語氣氣憤地給我發了好幾條語音。表姐，這是姐夫吧？你們離婚了？我皺着眉，對他說的話感到雲裡霧裡，下意識地就指責他，怎麼說話呢？可方心電話打過來說的那些話，卻讓我直接愣在了原地。姐哥，我今天在我一個學姐的朋友圈裡看到了嫂子，兩人還一起手牽手逛奢侈品店，買了一大堆東西。是你們發達了沒告訴我，還是你們離婚了？姐夫傍了個大款，
不然我可想不明白這一切怎麼發生的。我整個人如同晴天霹靂，僵在了原地。電話掛斷後，我看着方成新發來的朋友圈截圖，照片裡是一雙十指緊扣的手，以及方成妍笑得燦爛的側臉。配文：某人說出去面試沒有一身得體的衣服會被人瞧不起，所以特地來帶我買了。沒想到這麼多年過去了，對我最好的還是你。所以方成妍前腳跟我說公司不景氣，倒賣了我媽留下來的首飾，後腳就帶着別的女人去買奢侈品。我氣得渾身發抖，什麼都還沒來得及說，方心再次發過來的消息又給了我當頭一棒。對了姐，我這個學姐的名字叫林之遙，我記得姐夫當初跟你結婚的時候，不是有一個念念不忘的小青梅叫什麼？阿瑤嗎？該不會是同一個人吧？我看着屏幕上林之遙3個字，瞪大了眼睛，徹底心死。我和方成妍是相親認識的，那時候他在我們那一片的名聲都不太好，正是因為有一個從小一起長大的小青梅，兩人如膠似漆，看起來就像是一對情侶一樣。沒有女人能接受這樣的關係。和我相親的時候，方成妍也十分排斥。我雖然不介意，但也秉持着強扭的瓜不甜，並沒有強迫什麼。可突然有一天，他找到了我，說答應和我結婚，還十分真誠地向我承諾。孟南希，不管我說的這些話，你信不信我都要說，我早就和他斷乾淨了。現在也僅僅只是把她當作妹妹，那些人說的那些風涼話，你都不要信，那都不是真的。我們結婚後，我會努力去愛你，努力為我們這個家着想，絕對不會做任何對不起你的事。除去這一點之外，方成妍確實是一個很好的結婚對象，體貼，事業心強，沒有一點大男子主義。我因為科研項目的緣故，不能夠經常回家。他不僅不會責怪我，還會把這個家照顧得很好。甚至我媽去世的時候，我沒能從外地趕回來，也是他一手操辦了所有的後事。在我回家後，輕聲細語地安慰我：“南希，這些都會過去的。我們活着的人要向前看，你還有我，我會一直陪在你的身邊。”我到現在都記得很清楚，他在說這些話的時候，眼睛亮晶晶的，語氣是那麼的真誠。我信了，可直到現在，現實狠狠地扇了我一巴掌後，我才明白，原來愛也可以是假裝的。那些話不過是他騙我的而已。甚至為了給他的小青梅買奢侈品，倒賣了我媽留給我唯一的東西。我終於忍無可忍，打電話過去，直截了當地質問他：“你什麼時候又和林之遙取得聯繫的？拿着我媽留給我的東西去給她買奢侈品，這就是你口中的公司不景氣，為我們這個家着想？方成妍，可真有你的！你把我當什麼了？你這樣做真惡心。”電話那頭明顯地沉默了一瞬。也是，過去他們也曾聯繫過。只不過我都當睜一隻眼閉一隻眼，就這樣過去了，從沒有跟他計較過什麼。畢竟兩人從小一起長大的情分一直都在那裡，我總不能因為他和我結婚了就束縛他的交往自由。可我沒想到，我的大度換來的卻是他的背叛。這次居然把話說得這麼難聽，巨大的落差感讓方成妍有那麼一瞬的哽咽。但很快就恢復如常，和過去的無數次那樣，不冷不熱地給我丟下一句：“你不要整天胡思亂想。阿瑤從小和我一起長大，也是我的親人，我幫她很正常。做人別那麼小氣，一點小事，至於這麼上綱上線嗎？小事。”我被氣得呼吸困難，只覺得渾身的血液都在不受控制地倒流。我記得很清楚，在科研項目最艱難的那段時間，我幾乎是身無分文，
吃了上頓沒下頓。那時候我也不是沒有向方成妍尋求過幫助，可我渾身質樸的打扮，甚至因為科研項目的研究沒來得及打理頭髮，顯得整個人都很狼狽，被他直接攔在了公司外面。他當着眾人的面罵我像個流浪漢，嫌我丟人。可即便是這樣，我都沒有想過動我媽留下來的東西，足以見得那些首飾對我來說有多重要。他卻在公司艱難的時刻用來給林之遙買奢侈品，轉頭還要告訴我這只是一件小事。難道我是什麼很賤的人嗎？我在內心自嘲地笑了笑，還沒來得及開口，就又聽到了方成妍的批判。再說了，我們是夫妻，那都是我們的共同財產，我想怎麼樣就怎麼用，還用得着給你打報告？你算什麼東西？莫名其妙，果然是個女人，眼見就是短暫。方成妍話說得很難聽，幾乎是語畢的同時就直接掛斷拉黑了我。以往吵成這個樣子，沒有10天半個月，他是不會原諒我的。可讓我沒想到的是，當天晚上居然在公司門口看到了方成妍，還帶着另一個人。他們2個一起出現在我面前時，我有那麼片刻的恍惚，後知後覺反應過來後，我恨不得衝上前一人扇一耳光。然而方成妍就像是什麼也沒發生一樣，上前親昵地接過我手裡的東西，主動介紹道：“南希，這就是阿瑤，我之前跟你提起過的，和我一起長大的妹妹。我知道你心裡肯定是誤會了點什麼，所以特地帶她回家來解釋清楚，別因為這點小事傷了我們之間的感情。她剛出來找工作，處處碰壁，我就是看她太不容易了，所以才想着帶她去搞一身行頭。畢竟這年頭，大家都是人靠衣裝馬靠鞍，尤其是女孩子，更得好好打扮一下了。你能理解的，對吧？”從始至終，方成妍就沒有給我說話的機會，喋喋不休地說了一大堆。可我能理解什麼？理解我過着吃了上頓沒下頓的日子，他卻帶着別的女人去買奢侈品。我們結婚這麼多年，他都沒有給我買過一套像樣的禮物。還是說，理解他口口聲聲說公司生意不景氣，用來資金周轉的錢花在了不相干的女人身上，就算是冤大頭，也不是這麼當的吧？我的沉默不語讓氣氛再次變得焦灼起來。林之遙一個箭步衝上前，擋在了我們2人中間，一臉委屈地拉住我的手，潸然淚下：“南希姐姐，實在是對不起，因為我害你們2個吵架了。但我和成妍哥哥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樣。我實在是太缺一份工作了，我身邊那些穿得好的朋友都找到了一份好工作，成妍哥哥也是因為心疼我，我們從小一起長大，早就是離不開的家人了，我能依賴的只有他了。”我皺着眉頭，只覺得有些莫名其妙，找不到工作，不反思自己能力，反而還怪起裝扮了。真想扒開他腦子裡，看看裡面裝的都是些什麼。好了，這件事就這樣算了。你們一個是我妻子，一個是我妹妹，我真的很為難。我們一起去吃個飯，誤會說開就好了。我覺得有些倒胃口，直接甩開了他的手，冷漠地拒絕：“我跟你們沒什麼好吃的，這件事不會就這樣過去，我會追究到底。那是我媽留給我的。你們無權使用，一而再再而三的心軟，絕對換不來什麼好下場。”說完，我就轉身離開，身後傳來方成妍氣急敗壞的聲音：“孟南希，好端端的你又發什麼瘋？我以前怎麼沒發現你這麼物質？為了一點小錢跟我鬧成這樣，至於嗎？簡直有病！你走了有種就別回來。我都要看看你能硬氣到什麼時候。”我雙手緊緊握成拳，努力壓制着自己內心的憤怒，可更多的還是酸楚。明明之前我們不是這樣的，剛結婚那會兒，
方成妍甚至還把我當成小孩一樣寵。公司裡不管發生什麼，他都會分享欲滿滿地說給我聽。但自從2年前開始，他就像是變了一個人一樣，經常在公司加班不說，面對我的關心一次比一次敷衍，甚至還會不耐煩地回懟。我記得有一次，直到凌晨他都沒有回家，我擔心他是出去應酬了，喝多了酒味會不舒服，打電話問問他在哪，想要去接他。可我剛打電話過去，他就當場和我翻了臉。孟南希，你一天到晚就這麼閒嗎？能不能別總是圍着我轉？都跟你說了在加班，還總來打擾我。忙完了我自然會回家，不然還能去哪？我是個人，不是你養的寵物，難不成還得時時刻刻給你報備？有病！他語氣很是煩躁，就好像我做了什麼天大的錯事一樣。我以為是工作上的煩心事才會讓他如此，並沒有跟他過多計較，甚至專門做了一桌子的家鄉菜和刻意給他買了禮物，想要哄他開心。可是後來卻從朋友的口中得知，他們公司從來都沒有加班的要求，甚至方成妍永遠都是下班走得最早的那一個。再後來，我總能聽到他出差的消息，一去就是好幾天。我也曾問過他，以前從沒有出差項目，為什麼最近這麼頻繁？每當這種時候，他都會沒好氣地瞪我一眼，然後留下一句：工作上的事情你管那麼寬幹什麼？說了你也不懂。直到現在，他當着我的面罵我發瘋，罵我有病，我早該反應過來的。也許那個時候他就已經和林之遙勾搭上了，所以才會看我什麼都不順眼。我和他的這段感情早在不知不覺當中爛透了，一直到第2天早上，方成妍才回來。我醒來時，桌子上擺了早餐，除此之外還有一個首飾盒，我一眼就認了出來，那是當初裝我媽首飾的盒子，當即有些詫異。醒了，快吃早飯。方成妍卻像一個沒事的人一樣跟我打招呼，殷勤地將我拉到餐桌前坐下，然後又把盒子遞給了我。喏，你看看裡面是什麼？迎着他滿是期許的目光，我打開了那個盒子，裡面居然是我媽的留下的首飾。方成妍似是很無奈又委屈地開口：我都說了，等公司資金運轉過來後，一定會幫你贖回來。這不，昨天連夜去拿回來的，免得有些小氣鬼又在這兒哭，偷偷哭鼻子。阿瑤的那些奢侈品，我是出了一部分錢，但是大部分都是他自己給的錢。你知道的，我和他從小一起長大，早就是親人一樣的關係了。他剛出社會，什麼都不懂，我作為哥哥的，不得多多幫襯一點。說到這裡，方成妍故意停頓的片刻，打量着我臉上的表情，再次開口：還有，昨天是我情緒太過激動，說了很多不好聽的話，我跟你道歉，對不起啊，南希，我那還不是因為你誤會我跟別人的關係，我太難過了才。方成妍說的每一句話都讓我有些動搖，畢竟過去相濡以沫的日子都是真的。他在我最低谷的時候一直陪在我身邊，我是真的愛他。方成妍一邊說，一邊将我摟進懷裡，緊緊地抱着我。南希，我們以後不要再因為這些小事吵架了，好不好？我們走到今天不容易，婚姻不易，我又一次心軟了。為了避免這樣的事情再次發生，那天之後，我就把我媽留下的項鏈戴在了脖子上，就好像我媽還陪着我一樣。然而那天我去上班，同事小張卻神神秘秘地湊到我耳邊，眼神戲謔地看着我。看不出來呀，西西姐，你還是個虛榮心這麼強的人。脖子上戴的金墜子是自己買的還是別人送的？我不明，所以一臉詫異地盯着他。然而他接下來說出來的話卻給了我當頭一棒，那是假貨，
懂行的人一眼就能看出來。我整個人肉眼可見地僵在了原地，滿臉都寫滿了不可置信。神，什麼意思？小張見我一臉疑惑的樣子，頓時也收起了嬉皮笑臉，嚴肅地開口：西西姐，這不是你自己買的，你該不會是被人騙了吧？畢竟是在公司，我不想讓人看到自己更狼狽的一幕，找了個借口敷衍了過去。可下午的工作卻怎麼也不在狀態，索性跟老闆請了假，直接回家。我癱坐在沙發上，看着這個自己住了整整6年的家，突然之間有一些恍惚，內心更是五味雜陳。方成妍又一次騙了我，甚至不惜買假貨。我不敢想，我和方成妍10年的恩愛感情會就這樣破滅。渾渾噩噩間，滿腦子都是我和方成妍的過去。結婚第3年，項目研究進入保密時期，我的所有通訊設備都被收走了。那時候，我一度擔心方成妍會後悔娶了我，家裡幫不上什麼忙就算了，現在連人都聯繫不上，還不知道任何理由。可好不容易等到假期，我懷着一顆忐忑的心回家後，迎接我的卻是108封信。他說，這些都是他在想我的時候寫下來的。在這個快餐式的年代，他卻願意為我靜下心來，手寫思念。我聽着他說的那些話，滿眼都是淚水。成妍，真的謝謝你，遇見你是我這輩子最大的幸福。項目研究時，我每次都會消失一段時間，可他從來沒有問過我，給足了我尊重。他被我逗笑了，緊緊地回抱着我。這句話應該我來說才對。那時候，他們所有人都嫌我名聲不好，沒有一個人看得起我。是你願意跟我結婚，給了我這個證明的機會，我會愛你一輩子。沒想到那些甜言蜜語終究還是成了一場笑話。或許愛情這2個字是我窮極一生都無法理解的2個字。方成妍回家時，我正面無表情地坐在沙發上，他瞥了我一眼，又在看到空蕩蕩的餐桌後，立馬皺起了眉頭。還坐在那幹嘛？不做晚飯嗎？我沒理會他，只是眼神死死地盯着他。方成妍被我盯着，有些心虛，語氣不自然地轉移話題：是今天工作太累了嗎？算了，要不我做飯吧，你好好休息。這是什麼？他的餘光瞥見一旁包裝的精美的禮盒後，眼睛都亮了，一路小跑到我身旁，給我準備的禮物。沒想到你現在還玩起欲擒故縱了。可打開的那一瞬間，他的笑容立馬僵在了臉上，因為裡面放着的是一份簽好字的離婚協議。方成妍臉色瞬間就沉了下來，語氣不悅地開口：這是什麼意思？你要和我離婚？孟南希，你又在鬧什麼？我都說了，我和阿瑤直接什麼都沒有，你到底要因為他的事情跟我犟到什麼時候？離婚協議都準備好了，我看你怕不是在外面勾搭上了別的男人，早就預謀好了吧？方成妍還是改不了一激動什麼難聽的話都從嘴裡往外蹦的習慣，可這不意味着他可以在我頭上扣屎盆子。我終於忍無可忍，抬手給了他一耳光。方成妍因為我這突如其來的舉動，整個人都僵在了原地，滿臉寫滿了錯愕。孟南希，你竟然敢動手打我！他一臉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眼裡全是失望和憤恨。要是換做以前，我早就開始道歉了。換句話來說，我根本不會讓這樣的情形發生。可是現在，我渾身上下就只剩惡心。面對他的質問，我嘴角勾起一絲嘲諷的笑容，冷聲質問：你難道不應該給我一個合理的解釋嗎？而我手裡捏着的正是那一條吊墜首飾，拿一條假的來騙我。方成妍，在你眼裡我難道是什麼很賤的人嗎？你明知道那是我媽留給我唯一的東西，
也知道那對我來說有多重要，卻偏偏還是要用那個錢去給別的女人買奢侈品。你把我當什麼了？備胎？供人玩樂的東西？這些年我從來沒有做過任何對不起你的事情，可你是怎麼對我？你良心不會痛嗎？如果不是朋友今天告訴了我這件事情，我怕是一輩子都會被他蒙在鼓裡，然後一直戴着這頂綠帽子。可是憑什麼呢？憑什麼我要被這樣對待？我每多說一句，方成妍的臉色就變得蒼白一分。可是我沒想到的是，即便是在確鑿的證據面前，他還是依舊會嘴隱狡辯。我聽不懂你在說什麼，孟南希，你別總想着往我身上潑髒水。再說了，我花我自己的錢，還用你管了？別在這上綱上線。你打我那一巴掌，我還沒給你算賬。要離婚是吧？好，我現在就簽字，到時候你別後悔。方成妍氣急敗壞地在離婚協議上簽下自己的名字，然後一把甩到我的臉上。我倒要看看你的病離了我還怎麼活下去。他的這番話像是一把利刃，又狠狠地扎進我的心臟。我的病？我在內心自嘲地笑了笑。幾年前的一場車禍，我左腿粉碎性骨折。那時候大貨車剎車失靈，直挺挺地朝我們駛來。方成妍下意識地轉動方向盤，自己避開了致命的傷害，而我被迫承受了撞擊。雖然日後康復很好，能夠站起來，但也留下了終身後遺症，不能受力，陰雨天還會犯痛。出車禍的第1年，他每天都會趴在我的床邊痛哭，把一切責任都攬在他身上，還承諾會一輩子都對我不離不棄。如今，我的傷成了他高高在上的底氣，甚至不惜一次又一次地揭開我的傷疤。那天過後，方成妍揚長而去，留我一個人看着滿地的狼藉。那天晚上，我就看到他更新了一則朋友圈，方成妍穿着白襯衫和林之遙貼身熱舞，當眾接吻，紙醉金迷。他口口聲聲說着只把對方當作妹妹，可是方成妍自己也許都沒有發現，他在看向林之遙的眼神裡，濃濃的愛意都快要溢出來了。眼神是騙不了人的，至少說，我感受過那些甜言蜜語的話，卻從來也沒有體會過這種眼神。我只覺得可笑又諷刺，他是故意發這則朋友圈給我看的。在方成妍看來，我不過是在跟他賭氣，斷然不可能真的跟他離婚，所以想用這種方法來刺激我。只是這一次他賭錯了，垃圾桶和垃圾最配，他們想怎麼玩都跟我無關。但是還沒有去民政局登記離婚手續，方成妍就還是我名義上的丈夫，我自然不能輕易放過他們就這樣給我戴綠帽子。想到這裡，我毫不猶豫地打了報警電話，舉報有人賣淫嫖娼。半個小時後，我接到了警察局打來的電話，讓我去做保釋。我隨意找了個借口拒絕了，卻又暗中找了人將這一幕拍下來，發給方成妍和林之遙公司裡的每一個人。再次見到方成妍已經是1個星期後了。這期間，他一直被拘留教育，整個人都看着憔悴了不少。看到我的那一瞬間，方成妍咬牙切齒地瞪着我，像是恨不得活活剥我一層皮。可他說出來的話卻又帶着隱忍。抱歉，南希，是我做了對不起你的事情。我答應和你離婚，今天就去辦手續吧。我雖然對他的態度轉變感到有些奇怪，但也沒放在心上，跟着他一同上了車。直到位置越來越偏，我才意識到不對勁。可一路上方成妍把車開得飛快，我害怕刺激到他做出什麼極端的事情來，也不敢掙扎。直到到了一處荒廢的大樓，我遠遠的就看到妹妹被綁在了椅子上，雙眼哭得通紅。
看到我的那一瞬間，無助的掙扎，我的心瞬間就懸了起來，忍無可忍地怒斥他：方成妍，你知不知道你現在做的是違法的事？你瘋了！可他卻只是雙眼布滿紅血絲，咬牙切齒地開口道：這都是你逼我的，那些照片都是你發出去吧？你害得阿瑤被公司開除，害得她抑鬱症復發。既然你傷害了我最重要的人，那我也不會放過你妹妹。隨着他話音剛落，我就看到林之遙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刀抵在我妹妹脖子跟前。西西姐，我本來也沒想着跟你鬧到這種地步的，可你偏偏要毀了我。我本來已經取到那個公司的 offer， 我馬上就可以更上一層樓了，就是因為你現在遭到行業封殺，這都是你的錯。他一邊說，一邊情緒激動了，將刀又逼近一分，我大氣都不敢喘，雙手緊握成拳，只能壓抑住自己內心的憤怒，輕聲安慰：別衝動，別做讓自己後悔的事情。你們想要什麼，我都答應。放過我妹妹，她什麼也不知道。我看着他們交換一個位置，林之遙一腳踹在我的膝蓋窩，我吃痛，被迫跪在了他的面前，雙手被他綁住。他像是很享受這種感覺，又毫不猶豫地給了我幾巴掌。本來睜一隻眼閉一隻眼，有些事情就過去了，可你偏偏要那麼較真。一個死人的東西而已，用在我身上是你媽的福氣，現在後悔嗎？西西姐，哈哈哈哈！你看看你現在狼狽的樣子，像不像一個喪家之犬？餘光瞥見方成妍，他眼裡卻是我看不懂的複雜情緒，像是不忍心看這一幕，到後來更是把頭直接撇向了一邊。林之遙一邊說，一邊小聲地湊到我的耳邊，用着只有我們兩個人才聽到的聲音開口：你怕是到現在都不知道，方成妍跟你結婚之前就已經跟我有染了。這麼多年，你把一個二手貨當成寶貝捧在手上的滋味不好受吧？我告訴你，別說你媽的錢了，這些年你賺到的每一筆錢也都花在了我身上。還有當年的那一場車禍也是我策劃的，我就是見不得方成妍那個人渣，他憑什麼可以過得比我好？從小到大他都壓我一頭，甚至就他那樣見一個愛一個的人渣能有一個好家庭，我不服，所以我故意回來勾引他，就是要一點一點地破壞他的家庭，讓他變得和我一樣。我聽着忍不住渾身發顫，林之遙簡直是個瘋子，可同時我又覺得方成妍實在是可憐。他以為自己心心念念這麼多年的女人是可望不可及的白月光，是遲來的真愛，可惜對方滿心滿眼就只有恨，做這一切也不過是為了拉他下水。那句話說的果然沒錯，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。見我沉默不語，林之遙似是有些不滿，又是狠狠的一巴掌打在我的臉上。老子最看不慣的就是你這種清高的樣子，不過這一切就在今天就會結束了，反正我這輩子都已經毀了，不如讓你們一起陪我好了。林之遙一邊說，一邊恐怖地笑了笑，舉起手上的刀，就毫不猶豫地想要朝我刺過來。意料之中的疼痛並沒有傳來，等我再睜開眼時，林之遙一臉痛苦地躺在地上，方成妍顫抖着身體護在我跟前，他語氣裡滿是不解和害怕。阿瑤，你剛才在做什麼？我們不是說了，只是嚇唬他們一下嗎？你瘋了？萬一真出了事怎麼辦？我突然就覺得有些看不懂方成妍了。這個地方是他騙我來的，甚至連我妹妹，不用猜就知道，也是他想辦法騙着綁架過來的。可他剛才為什麼又要幫我？我還沒想通，耳邊就傳來了兩人的爭吵聲。方成妍，你個蠢貨，你該不會以為我真的喜歡你吧？呵，
像你這樣的人也配？我告訴你，這些都是我故意做的，就是看不慣你一副清高的樣子。明明我們都是從小一起長大的，憑什麼他們所有人都只誇你一個人？憑什麼你處處都能碾壓我？我討厭你，我恨不得你去死。當初那些人說你是畜生，都是我散播出去。你爸媽也是被我氣死的。我騙他們說你在外面亂搞，早就染上了髒，還說你最厭惡你爸媽。誰知道這兩個老東西那麼不經說幾句話，人就沒了。我看着方成妍像是受了什麼很大的刺激一樣，崩潰地捂着耳朵大叫，最後癱坐在地上。你閉嘴！林之遙越說越激動，不知道從哪裡拿出了一桶汽油，圍繞着我們三人一點點地淋下去。今天在場的所有人都跑不掉，我們一起下地獄好了。然而他話都還沒說完，肺樓下就傳來警笛聲，還沒等他回過神來，一群身穿執法服的人員就從四面八方衝了上來。別動，老實一點，有人報警你綁架故意傷人，現被逮捕，麻煩配合我們調查。而我也終於鬆了一口氣，事情還要從幾天前說起。意外發現金項鏈是假的那一天，小張的一句話點醒了我。他說：西西姐，這金鏈子要是別人送你的，你可得長個心眼子了，這擺明了是想讓你當眾出醜啊，別日後給你使絆子。被他這樣說了過後，好幾天我都徹夜難安，到最後索性在手錶上安裝了定位功能，以防萬一。沒想到還真讓他說準了，好在我早有準備，提前設置好了緊急聯繫人，發現地址不對後就連忙按了報警按鈕。如今這一切才會有備無患，我和妹妹也沒受到什麼太大的傷害，而林之遙因涉嫌故意殺人、敲詐勒索、綁架等多起罪名，被直接判了5年有期徒刑，並償還所有我們的夫妻共同財產。判決通知下來的那一刻，他整個人天都要塌了，沒了之前囂張跋扈的樣子。我深知林之遙是一個不怕死的人，活着受刑只會讓他生不如死。可這一切都是他自作自受，應有的懲罰。然而方成妍並沒有做出什麼實際性傷害人的舉動，只被罰了幾千塊錢和口頭教育了幾天，便把人放了出來。只是我怎麼也沒想到，都鬧到如今這種地步了，方成妍被放出來後，依舊會恬不知恥來找我求情。南希，你看在我們過去那麼多年的感情的份上，你就放過阿瑤這一次好不好？她年紀還小，只是一時糊塗，做錯了事，她本心不壞的，你就原諒她這一次吧，求求你了。我找律師專門諮詢過了，那只是一審的結果，只要你願意出面證明那天只是個玩笑，我們只是鬧着玩的，他就不會被判得那麼嚴重。南希，我知道你最善解人意了，就當我求你了。方成妍越說越激動，甚至哭紅了眼，直接在我面前跪了下來。我氣得渾身發抖。什麼叫做年紀還小？再小他也是個成年人了。成年人就應該為自己的情緒和行為付出代價。什麼叫做本心不壞？一想到林之遙那天湊到我耳邊說的那些話，到現在我都還忍不住渾身發抖。他分明比惡魔還可怕，做了那麼多傷天害理的事情，我還嫌現在的判決結果太輕了，又怎麼可能替他說情？只是看到方成妍這副樣子，倒讓我覺得又好氣又好笑，真想扒開他的腦子，看看裡面裝的是什麼。你那天不也親耳聽到他說的那些話了嗎？就連你父母都是被他害死的，你還要為他求情？方成妍，這些年上班把你腦子上傻了，我以前怎麼沒發現你這麼聖母呢？他被我對得一言不發，只是低頭啜泣。
我被他吵得有些心煩，索性將人直接趕了出去。臨走前，我聽到他低聲說了一句：“可我父母已經死了，阿瑤還活着，我為活着的人考慮有什麼錯？我只有他了。雖說鬧到這種地步，我和他之間再無可能，可我還是被方成言的這句話傷透了心。他當着我的面說着那句‘我只有他了’，我突然就覺得自己這麼多年的付出像個傻子一樣，可笑至極。直到二審的最終結果下來後，我那一顆懸着的心也終於放了下來。或許是因為接二連三的打擊，我之後的離婚訴訟，方成言也沒有跟我過多地計較，直接同意了和我離婚。從民政局出來的那天，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放鬆。這一場鬧劇終於要結束了嗎？和我不同的是，方成言整個人卻憔悴不堪。但這跟我有什麼關係呢？我正打算打車離開，手腕卻突然被人拽住。方成言不知道在想些什麼，拉着我欲言又止，好半天後才開口，只說了一句“對不起”。可我的內心卻毫無波瀾，在確切的傷害面前，“對不起”這三個字顯得是那麼的無用。如果可以，我恨不得再不相見。事實上，也確實是如此。那天過後，方成言將自己名下的所有財產轉給我後，消失得無影無蹤。再次聽到有關他的消息是1個月後了。聽說方成言去監獄探望了林之遙一次，給他送了一點家鄉菜。可他剛走，林之遙就被發現因為中毒死在了監獄中。旁邊有一張字條，上面只有簡單的3個字：“對不起。”幾乎是同一時間，新聞上報道着一男子投河自盡。這麼多年的相處，我大概也能清楚方成言心裡到底在想些什麼。他沒有自己想象中的那麼強大，既做不到徹底原諒林之遙，又無法做到對這一切漠不關心，所以只好出此下策，徹底結束這一切。但總歸是結束了。我的生活似乎又恢復了之前的平靜。項目研究獲得了巨大的成功，而這項成功將應用在醫療技術上。3年後，技術逐漸完善，我成為了第1個自願試驗的人。好在功夫不負有心人，我的腿終於獲得了康復。從此往後，更好的生活等着我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麼想說的、想吐槽的，歡迎在下方評論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，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故事內容。